慕驊哥靠了賺了500萬以上啊！慕驊哥快點來，接下來哪幾支我們可以關注？上華，如果說未來又有一波，你現在很慌是不是？很差。下班去你家，我是上華。台股在7月的時候重挫了3000多點，来到8月就一直在量縮盘整的狀態哦，總是會讓我們一直覺得好悶哦。之前呢被套牢的這些股票，到底什麼時候才有可能可以解套呢？今天我們下班去你家迎來這個來賓，我每次看到他就知道有流量來了，但是呢他來了以後，每次台股都給我跌，就是慕驊哥。慕驊哥，都可以怎麼辦？因為呢，今天我們一看到一開盤哦，盤中台股大盤跌破了月線，然後甚至呢，這個櫃買市場也跌破月線，這代表了一個什麼樣的一個訊號？首先我要先講一下不是我是帶赛的基本上我覺得你們敲來賓非常準，因為你們敲來賓呢都有一個靈感，就是說認為台股可能要跌的時候，所以你们就會敲我。你來，所以每次來的時候，我真的就是會下跌。今天就是正如你所講的盤勢出現了一個比較明顯的變化，就是我不知道我們觀眾朋友有沒有發現，這個大盤就是加權指數跟櫃買指數都在盤中破了一條非常重要的線，就是20日均線的月線。對，那這條月線其實守了很久哦，櫃買守很久，大盤守很久。我在上周就講379點，就是櫃買指數的月線這個位置不能破。為什麼？它一破下去，就代表整個守盤的信心鬆動了。那這個多頭來講，會是一個比較大的壓力。所以我覺得，如果破了這個指數，收盤破了這個指數379點，那大家可能稍微要注意一下，櫃買有可能會比較偏弱的向下整理。可是你看大盤這怎麼樣？今天都還有44000呢。對，大盤就強。所以說你可以看到大盤因為有台積電，那我們知道台積電基本上就是包裝大盤的一個最重要的股票。台積電之所以包裝大盤，我可以講一個具體數字。你剛剛不是講嗎？上一次從6月22號一路跌到7月30號。對，你知道加權指數大盤跌多少趴？跌16%。可是你在同一個時間，你知道櫃買指數跌多少趴？跌28%。哇，為什麼？遮羞布被拿掉了。對，因為呢，大盤有台積電啊，所以說呢，它只有跌到16%，它少跌了12個百分點呢。櫃買指數才是真正我們所有觀眾朋友，包括上華，包括我們的體感溫度啊。所以它一旦破了月線，大家要注意，它有可能就是多頭的防線被破了之後呢，多頭的信心可能又受創了。那這樣的狀況下，比較有可能，我自己個人預估比較有可能，它會比較偏向弱勢的向下整理。但問題是，大家也不用太驚慌啦，因為現在目前的基本面是好的，整個趨勢中長線的方向，我認為還是看上的。所以它整理完了之後呢，非常有可能會又是下一次非常好的買點。這樣講，大家應該會比較高興一點，對不對？對。但是我講的也是事實，我並不是在這邊要安慰大家。那確實我們可以看到，雖然說最近 AI 有一些雜音，但是長線上面，我認為 AI 的發展，包括資金的投入，包括整個美國的資料中心的建制啊，以及他們算力的建制，不會停止的。所以大家不用太去擔心這個雜音啊，或者噪音呢，會真的影響到整個 AI 的趨勢面改變。我認為現在是不會的。而且慕驊哥，我覺得台股大盤啊，這個未來的表現如何？這個禮拜有2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一些警訊跟徵兆，對不對？是的，所以說為什麼就在今天大盤會去破月線，然後櫃買會破月線？其實我覺得就跟你剛剛講的這2件事情有絕對密切的關係。你知道，在大盤破月線的同時呢，我們看到費半指數，其實費半指數跟我們的櫃買指數是完全同步的。應該講櫃買指數跟費半指數是同步，因為在上一波的下跌，也就是從6月的20幾號一路跌到7月底，那時候費半指剛好也是跌28%。對，你說有這麼巧的嗎？它是跟櫃買指的跌幅是一樣，所以這2個指數其實是完全聯動。對，那就在今天櫃買指破了月線之前，我們看到費半指它破了100日均線，這條非常重要，甚至是比20日均線更重要的一條分界線。那它破了，那當然呢，今天盤勢就會受到美股的影響。那美股為什麼會那麼疲弱？就是你剛剛所講的那2件事情，一個呢就是輝達，是的，輝達在這個禮拜4台北時間的清晨4點20分要發布財報。另外一個呢，就是在這個禮拜5台北時間的晚上8點。美國聯準會新任主席華許要公開發表演講，在 Jackson Hole 全球央行會議，所以這2件事情呢，就已經先讓美股提心吊膽了，因為市場比較偏向這2件事情，有可能會造成美股另外一波下跌的壓力。可是慕驊哥，如果輝達財報發表出來非常的亮眼呢？好，你記不記得上一次台積電財報發表也非常的亮眼，結果台積電之後隔天的股價如何呢？對，是不是大跌重挫？所以最近呢，
這些大巨頭啊，他們發表財報啊，市場往往會反向操作。也就是說，輝達的財報跟財測，我個人認為不會差的，絕對超出市場預期的。輝達不會給出市場低於預期的財報跟財測，但問題是市場買不買單嘛？會不會利多出盡？對呀，會不會利多出盡？而利多出盡的可能性是不低的。所以說為什麼美股先破下去？我覺得它其實已經反映了市場可能對這件事情的預期。另外呢，傑克森後會議，華許到底是講鴿還是講鷹的這個論點呢？我個人認為它比較可能偏鷹，而不是鴿，就是可能會升息。對，為什麼？因為現在美國的宏觀環境不利於偏鴿嘛。你看到那個長期的美債殖率一直上去，美國財政部甚至已經動用了好幾個政策工具要去壓長債殖率，都壓不動啊。所以他如果在這個時候再講鴿的話，那長債更是飆升了。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他必須要踩剎車，他一定會講比較鷹的。所以我覺得這對美股可能週五的行情也不是太妙。其實慕驊哥聽你這樣講，我會覺得蠻不安的。Hello， 大家好，我是尚華，非常開心大家喜歡下班去你家這個節目。可是團隊告訴我說，其實還有70%的你們還沒有訂閱哦，歡迎大家趕快來訂閱我們風傳媒的頻道，一起加入我們的行列吧。什麼亮眼，其實都不一定反映到股價，包含了台積電也是哦。台積電的7月營收呢又再創新高，但是呢它的股價就一直就是在2700到2400之間震盪，然後甚至大家一直在預測今年照理說目標價應該到3000，現在根本都還沒有看到，但是外資又調升了它的目標價，調升可能會3300、3700，你覺得有機會嗎？當然有機會啊，因為台積電的基本面是向上的啊。它的 EPS 是不斷的被調高的啊，而且它的營收是展現出來絕對強勁的成長力，再加上它最新的消息出來，它的1.6奈米都已經開始要出來了，不是只有2奈米，1.6奈米都已經要出來了，所以台積電的先進製程是遙遙領先。另外，台積電7奈米以下的一個高階製程，占它的營收比重已經將近80%欸。這麼好的公司，沒有道理它的股價不漲，對不對？所以說，為什麼台積電股價不漲？最主要原因就是現在整個宏觀環境上面是有雜音，而且呢是相对被壓抑的一個環境。8月台積電雖然沒漲，但它也沒什麼跌，對吧？我們平心而論，它就是橫盤。那你可以看到台積電是強還弱？它是強的哦，因為7月這一波大跌，台積電只有跌12%哦。跟我們剛剛講2個基準指數，大盤跌16%，櫃買跌28%，所以你的錢如果是放在台積電上面，你還覺得說，我跌的比人家少嘞，對不對？因為現在環境面上面，我覺得在第三季就是一個盤整盤，第三季是一個盤整盤的話，你即使台積電這麼好的公司，你都不能期望它要率領大盤創新高嘛？對，其實如果比起來大型權值股，它真的還算是很亮眼的了。因為你看一下其他這幾隻，怎麼了？鴻海啦，還有聯發科啦，台光電啦，其實呢都一直在那邊苦撐哦。甚至是 ABF 的這個載板龍頭欣興，哇，在上個禮拜它還跌停。那這幾隻要拆開看，你剛剛前面講了2檔重要的權重股，就是鴻海跟聯發科，對，他們最近的走勢都比台積電弱很多哦。為什麼？因為台積電還沒破季線，他們這2檔股票全部破季線。他們不是破月線而已哦，他們是破了季線。我覺得鴻海疲弱的主要原因是因為資金現在目前不 favor 這種所謂的這麼大型的，而且呢毛利率相對低的、盈利率、淨利率相对低的這種 OEM 代工股。那這是一個資金面取捨的問題，不是說鴻海不好，而是資金現在不喜歡。那第二個呢，聯發科是有利空，發科本來很強的哦，但是呢突然被打下來，主要原因就是因為傳出來發科最重要的客戶不是谷歌嗎？對，谷歌的 TPU 說要把訂單分給 AMD、超微跟這個 Marvell， 那哇塞，那大家又擔心發哥後面的訂單有問題啊。那發哥的 X 如果有問題的話，它靠手機晶片，它也沒那麼大的成長，所以發哥最近是有利空，但是我覺得這個利空還沒有被澄清啦，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也不能說是真利空啦。然後後面要看看整個消息面澄清之後的情況。那另外呢，你剛剛談到了台光電跟欣興，我認為這2檔股票是被錯殺的哦。怎麼說？因為呢，這2檔股票是我認為非常好基本面的公司，而且呢，他們的基本面在未來1年到3年展望是無虞的。只要 AI 持續這個永動機在發動的情況之下，載板包括 CCL 銅箔基板，他們的基本面其實是非常看好的。而且呢，外資報告各方面都可以看到未來的營收的成長，包括他們的毛利的增長，它其實訂單加毛利的增長，它是雙引擎觸動它的 EPS 的增長。所以說這2檔股票，我覺得是籌碼面的問題，不是基本面的問題。但是回過頭來，既然它有籌碼面的問題，代表什麼？代表有人先跑嘛？对，為什麼有人先跑？就可能認為說他在壓一個波段下來，他們才要再進嘛。所以我覺得
長線上面沒問題，但是中短線上面他們確實是弱。來，慕驊哥，所以呢，台光電跟這個欣興，如果它跌到多少的目標價，我們可能就可以撿便宜。目標價我不敢講，但是我可以覺得說，如果大家對這2檔股票有興趣的話，你可以參考一下它7月的低點。對，比如我舉例，這個台光電，它7月的低點是破4000哦。但是上華你知道嗎？它破了4000之後，它是 V 轉，然後它直接創歷史新高，漲到了6400。那現在又回到了5300附近。那我覺得呢，台光電你不如呢就先以這個前波的低點那個附近去思考一下，那邊是不是台光電的另外一個角？如果你要去認為說它還是在繼續修正下去的話，你可以用前波低點來做思考。你還記得嗎？當時7月17號的時候我就進場了嘛，對不對？那天不是大跌3000點嗎？對。那從7月17號一路到7月30號，我就把我在5月跟6月賣掉了股票的錢呢，重新又進場了。那我覺得如果在未來在一段時間出現了類似我覺得可以進场的時間點的話，台光電、欣興會是我的一個口袋名單。我跟大家講，我7月17號的時候呢，慕驊哥進場都沒有告訴我，所以呢，慕驊哥，你什麼時候買川湖的？而且呢，慕驊哥靠了川湖一隻股票賺了500萬以上啊！為什麼我當初會鎖定它呢？好，那其實川湖就是在7月17號那一波大跌的時候逐步建倉的，所以我們剛剛講的，像台光電也有競爭對手，它的競爭對手比如像韓國的斗山。台灣呢，像是這個台燿啦、金居啦，都是類似跟它同一個類型的公司。比如說欣興，我們都知道載板也有好幾雄嘛，對啊，還有景碩啊，還有那個臻鼎啊，反正他們都有競爭對手。對，所以訂單不會是他們一家獨吃。但是呢，川湖它在滑軌上面 AI 伺服器的滑軌上面，它是全世界 No.1， 是沒有競爭對手。其他的那個Tier 2的厂商都不能跟他去拼，所以它的毛利率就超高。你知道它毛利高到多少嗎？它第2季財報公布出來，它毛利高到快90%哎！哇，台積電的毛利都輸它一大截了。所以在這樣沒有競爭對手，而且你看到它的營收是逐月的創歷史新高，它不是只有成長而已，成長就不算什麼，它是每個月創歷史新高的營收。那你就知道說，伴隨着第3季到下半年整個伺服器開始出貨，那它的營收跟它的EPS 一定很明顯的在增長，所以果然它第2季財報公布出來嚇死人啊！那結果呢？因為它股價漲太多了之後呢，它就被要求說要逐月公布 EPS， 公布出來更嚇人，7月一個月賺50塊啊！所以就造成了它的股價在1萬塊之上用噴的啊，直接噴到14000啊，就變成是這樣的一個走勢。所以為什麼我會去盯住川湖的主要原因，就是因為它沒有什麼競爭對手，然後它又是小股本公司，它的股本才9億。在外流通股票才9萬張，台積電的那種幾千億的公司，不是一般的主力啊，或者說呢法人可以去撼動的。對，那像川湖、像是信驊這種公司，他們的股本不到10億，信驊甚至更低，股本不到5億。那這種在外流通籌碼少的公司，很容易被鎖碼，所以比較容易變成萬元股齁。對，千金股、萬元股，他們有一個共同特色，一定是一個高度成長的公司。千金股要變萬元股，有另外一個特色，就是它的股本一定要小一點。它的股本不能太大，它股本太大，它籌碼面太大，它撼動不了這家公司的這個籌碼，所以它的股本最好是在10億以下。所以你看到過去那種強標的股票啊，甚至現在目前的萬元股啊，他們的股本都是個位數億的。慕驊哥，你應該有聽過一首歌吧？與你分享的快樂勝過獨自擁有。所以川湖我沒有跟上了，我今天要幫大家問慕驊哥，快點來，接下來哪幾支我們可以關注？好。那我們分現階段跟未來好不好？上華如果說未來又有一波，你現在很慌是不是？很差。上華如果未來又有一波往下走的話，對不對？我們當然就要鎖定好基本面的公司，而且它股價是被錯殺的。那我剛剛講說，我覺得欣興啊跟台光電這波下來，它其實不是基本面的問題，它是被錯殺的問題。那當然最近這個 PCB 是有一些輝達要改規格的雜音，對，但是這些雜音我覺得不至於構成他們基本面真正的影響啊，這個是另外一回事。好，所以我們分成2個方面，現在目前的資金是避險到特定題材上面，就我們一開始所講的，美國現在的狀況呢，在流行一種叫做貶值交易，所以金價漲，美元跌，台幣最近強升，那資金呢會進入到航運，進入到原物料相關的族群，所以你發現像今天電子股普遍下跌的同時呢，散裝跟貨櫃在漲。所以我自己在現階段我會盯住4檔股票，一個呢就是長榮，另外一個是萬海，這2檔是貨櫃的，對，這2檔是貨櫃。另外呢就是惠陽跟裕民這2檔散裝的，他們就是波段。
那真正下去，如果說呢再有一隻腳下去的話，我會鎖定了除了剛剛講台光電啊或者欣興以外呢，另外就是6669的微影哦。因為它也是非常非常好的一家公司，它的營收增長啊，包括它的 EPS 增長都是非常強勁的。應該這樣講，就是我口袋名單啊。我當盤勢有比較大的跌勢，然後當大家都很恐慌的時候，資金開始在外逃的時候，我反而會去注意這些股票。好，所以剛剛慕驊哥非常有誠意哦，大家應該都做筆記，小本本趕快拿出來哦。可是呢，其實我們可以看一下這個美國目前的動向，因為當然美股很容易就影響到我們的台股嘛。那美國現在一直在大舉回購他們的國債，然後甚至我們也擔心之後會有升息的一個狀態。你覺得對於台股的後市的這個表現，或者是美股之後的發展又是如何？對，現在目前最重要的一個宏觀環境面，就是你剛剛所講的，美國長債殖利率在飆升。那這個長債殖利率到底能不能被控制？還是說它到最後會失控？這其實是關係到股市非常重要的一條線。那現在目前看到美國財政部是全力在這個壓抑美國長債殖利率，但是呢，看起來市場似乎並不完全買單。怎麼說？貝森特動用了很多工具，就是財政部長動用很多工具，但是呢，殖利率下去有限，就壓抑的效果有限。所以後面就周五，華許會不會再出來扮演另外一個角色去壓長債？就是用比較鷹派的論點去壓長債，這個可能性是有的。所以我們要去觀察這件事情。另外一個事情呢，就是最近的油價又回到90塊美元一桶。對，那因為呢，我們講說美債上去，美元貶值，就很容易觸動原物料價格漲升。所以油價現在的上漲，它其實錯綜複雜。它除了有中東的因素以外，也有所謂的美元貶值的因素。那油價來到90呢，美國現在汽油1加侖的價格來到4美元。那這個其實對美國的零售銷售已經造成影響，比如說最新的，在上周沃爾瑪公布出來的銅電銷售，不如市場預期，它是成長的哦，但市場預期更高，就造成了沃爾瑪的股價當天大跌9%，哇，隔天再跌了將近快1%，一個禮拜跌10%。上華，你知道沃爾瑪一個禮拜它的市值蒸發900億美元，900億美元等同蒸發超過一個日月光的市值，哇，這麼大的一個市值蒸發，就是因為它的銅電銷售不如預期，所以大家就開始擔心美國的銷售在轉弱。我自己個人發現，現在目前台灣的整個零售的狀況也不是那麼好，餐廳啊、餐飲啊、百貨啊，事實上狀況沒有那麼好。我覺得這其實全球有一個同步性的，包括台美有個同步性的，就是 AI 很熱的情況之下，但是呢，內需消費沒有那麼暢旺。可是慕驊哥，你剛剛講到，我聽到一件事情，美元如果貶值，那台幣不是就是升值？那這樣子是不是這些外資就比較不容易再撤出我們的台股市場？甚至他們不是昨天是買超嗎？那這樣子不是讓台股有一些支撐嗎？對，事實上外資今年以來沒有撤出過，它只是暫時把股票的錢呢放到現金賬戶去，所以你發現外資它其實每個月還是淨匯率，它並沒有明顯的淨匯出。那外資呢，確實在台股今年賣超了1.5兆，賣超的金額非常大。但你有沒有發現，最近外資的賣盤已經漸漸在減緩？為什麼？因為台幣從32塊半升回到32，甚至升破了32。那這一波的2到3%的一個升值，事實上就是你剛剛所講的，美元在貶，台幣升值的這種蹺蹺板的撬動因素，而使得外資的賣盤在減輕。那這個其實對台股的下跌壓力就沒有那麼大。对，所以你有沒有發現，最近其實外資的權值股的賣壓沒有那麼強，所以盤勢也不至於太悲觀的主要原因在這邊，因為不像這個6月到7月那一波，外資是賣起來是非常狠的，然後那一波其實是伴隨是台幣貶值的。那股市當然在未來的變數還是蠻多，但是房市8月開始新青安 3.0 上路，那到底對於後市的這個影響會有什麼樣的一個變化哦？因為包含了這次的 3.0 啊，其實年齡的限制也變得有更緊縮，然後同時呢還有排富條款，然後並且呢也有這個總價的天花板的上限嘛。但是不管如何，我們可以看到現在呢全台的預售屋哇解約數量增加了80%，光是今年解約掉3000多戶哎，是。現在目前的房市可以講說是整個是冷凍庫了啊。我想這個房市大佬也好，或者中介大佬也好，都是站在這樣的一個看法。怎麼一年會有3000間的預售屋去解約呢？對啊，解約是要賠錢的，是要賠10%到15%的。我寧願賠都不買了。對，就是代表說呢，沒錢買房的人他們可能預期房價會下跌，這是一種。第二種呢，就是他們可能沒錢交屋了。那沒錢交屋，可能是因為他們先前沒有把錢算好，太過樂觀。或者說呢，他們可能股市套住了，沒錢交屋都有可能。反正資金面上面是有一些問題，才會有這樣的狀況。那這個其實會對現在目前已經很冷的房市呢，再造成一個負面的衝擊跟影響。第二個呢，就你剛剛講的新青安 3.0， 它要上路，是不是真的能帶動一波房市呢？我認為是不會的。
為什麼？因為它跟 2.0 有很大的差異啊。第一個您剛剛講它有排付條款，另外它有年齡限制，50歲以上不能貸啊，這些都是限縮貸款條件一個非常重要跟 2.0 不一樣的地方。另外它有新北、雙北各地方買賣房屋的上限啊，對，天花板價格，对啊，天花板價格啊，對不對？所以說這些呢，想要靠新青安去炒房的人來講，其實是很大的限縮。那大家要知道，先前會有一波非常大的房市的推升，最主要是因為第一波新青安這樣出來的時候，很多的新青安的貸款其實是被用來去做炒房的。那這樣子的一個風氣呢，政府也在檢討，或者說他們也知道這個政策上面是要去做某種情況的調整，而造成了新青安 3.0 出來這些嚴格的限縮。好，那這些嚴格限縮其實呢，就會回到真正用新青安的是基本盤，是真正要買房剛需，他不可能拿這個錢再去做炒房的。那如果現在真的是有剛需要買房的人，大概什麼樣的一個時間點，我最有機會能夠撿便宜？我覺得現在一開始一直到明年的年中，應該都是好時間啊。因為現在目前是買方市場啊，而且我也聽說了，有一些區域的房價已經在鬆動啦，建商已經在主動降價了。對，就是新開案跟之前開案的價格可能都已經降1成到2成啦。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如果大家真的是想買房，而且你真的也可以用到新青安的人，那不妨呢，在現在一直到明年的时候呢，去到各地方去看看房啊，因為你多收集情報，多收集資料，其實有助於你對行情的了解跟買房的研判啊。我覺得現在就是一個機會啦。真的，我很希望能夠用到新青安 3.0 來買一個房哦。但是呢，可能現在還需要在股市裡面多賺一點錢啦。所以慕驊哥，我有沒有我個人的一個會員獨享，可以了解有沒有哪幾隻股票？來，你手機拿出來，我看一下你到底最近買哪些。